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的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老学长单车生活馆。接下来我们就让老学长单车生活馆陪伴着我们，一起收看2024年环法现场观赛花絮吧。Bonjour， 2024年环法第7站现场观赛花絮来了。为什么没有第6站？因为第6站有点无聊，我没有录到特别的东西。我们选择技术性跳过第6站，绝对不是因为我偷懒。环法第7站那就好玩了。环法第7站属于个人计时赛。ITT Individual Time Trial 这个英文很重要，一定要背。个人计时赛是决定总成绩很重要的一站。各家车队的主将，大家都磨刀霍霍，绝对会全力开得起，非常精彩。环法第7站的路线图如下：我把汽车停在终点处，再骑脚踏车走红色的路线到起点的队巴附近晃晃。前面这位小哥到底是谁？我也不认识，只是这位小哥刷卡我时，我就直接问他：借我吸一下好吗？法文。Pouvez-vous me prêter une respiration？ 以上是 Google 翻译乱翻的。环法第7站的路线附近，路旁都是葡萄园，在葡萄园里面骑脚踏车很特别，很舒服，很好玩。那天我骑了2小时，平均功率241瓦。上一部影片我们在台南七股国盛堤防绕圈，2小时20分只能骑出平均功率175瓦的喵喵瓦。由此可见，天气绝对会影响我们功率输出的大小。在法国骑脚踏车，空气干燥，很舒服，都可以做出比较高的功率。我个人体感，平均功率应该可以多个10%，跟在台湾比较起来。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环法个人计时赛的起跑台。我第一眼看到时，内心激动无比。之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现在终于可以亲眼看到。To see is to believe， 眼见为凭，百闻不如一见。真实世界的环法个人计时赛起跑台。在个人计时赛开始前，各家车队都忙着在验车。UCI 对于计时车的相关设定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容马虎。我这位外行乡民也不知道 UCI 在规定些什么，我甚至没骑过计时车。不过没事情，我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现场看到满坑满谷的卡纳狗计时车、Specialized 公路车、Specialized 计时车，这些顶级脚踏车数量多到好像不用钱的样子，看得我口水直流。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来看选手们踩训练台热身好了。唉，这么多选手，我也不知道要看谁踩训练台。我们先来 Alpecin 车队，以下简称洗发精车队。我们先到洗发精车队附近晃晃好了。突然，洗发精车队的队巴走出来一位人物。这位车手的出场居然自带赌神出场的 BGM， 真的帅气。这位车手，我好像跟他很面熟哎，奇怪啊，是我朋友啦 ，Mathieu van der Poel。Mathieu van der Poel 的丰功伟业真的太多，竹凡不及被宰。最近的一场比赛是2023年世界公路自由车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为什么 Mathieu van der Poel 现在头上是戴彩虹小帽，这是世界冠军专属的彩虹小帽。那我们可以戴彩虹小帽吗？当然可以，只要我们愿意花钱买，我们也可以戴上世界冠军专属的彩虹小帽。我们乡民没有限制，车手才有限制。在欣赏 Mathieu van der Poel 踩训练台的同时，我们又得来一段最无情的不可略过工商广告服务时间。我将请出本部影片的独家赞助商老学长单车生活馆的老板来为大家示范如何洗脚踏车。首先，我们得先准备一台非常脏的脚踏车，这到底是谁的脚踏车？怎么这么脏？然后我们得再准备最重要的东西 UFO 清洁保养组，里面有 UFO 单车清洁液、UFO 链条镀膜清洁剂、UFO 全能型链条镀膜、UFO 室内训练台链条镀膜，俗称洗车四宝。洗车四宝现在特价只要2000元，
便宜呀！我们先用一般清水将脚踏车稍微喷湿，然后拿出洗车第一宝 UFO 单车清洁液，喷在脚踏车的主体，然后再喷一些 UFO 单车清洁液在抹布上，将脚踏车主体擦过一遍，然后再用清水把这些脏脏的泡泡冲掉。关于脚踏车上最重要的传动部分，我们再拿出洗车第二宝 UFO 链条镀膜清洁剂，无毒且可被生物分解配方，可以彻底清除所有传动系统组件中的油脂污垢。看到老学长轻轻松松的表演，油脂污垢消失术，真的很神奇又疗愈。最后，我们再拿出洗车第三宝 UFO 全能型链条镀膜，简单来说就是链条油，世界上最快的链条涂层，拥有低阻力、低磨损、干净链条润滑方法，无毒且可生物分解。这罐真的好用，我绝对会拿一罐大罐的回家珍藏自己用。我帮大家争取了10罐小罐的试用品，只要去新竹老学长单车生活馆，即可免费获取这么强的链条油试用品，名额有限，先抢先赢，送完为止。在洗车4宝的加持下，我的脚踏车焕然一新，看起来就是舒服，骑起来就是爽。最后，我们有请 Matthew Van Der Poel 圈很多给我们。Matthew Van Der Poel 拳起来真的很大力。Matthew Van Der Poel 在用力拳的时候，车架应该会被他弄到稍微形变，现场可以听到前边跟链条有稍微摩擦到的声音。阿斯悦耳啊 ！Matthew Van Der Poel 已经热身完毕，要骑去起跑点，准备骑个人计时了。世界冠军就是不一样，只是一个跨上脚踏车的动作，都可以让我有恋爱的感觉。我在现场要一直克制我自己，想去强搂 Matthew Van Der Poel 的冲动。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再来骑脚踏车好了。我这天就在红色这条路线一直骑脚踏车，没有管制，绝对不会被警察 biang biang， 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可以遇到一些地方车队跟一些选手，进而跟环法选手进行约骑的动作。首先跟我们约骑的选手是 Uno X 车队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 Uno X 车队选手头上戴的安全帽是大名鼎鼎 Sweet Protection 安全帽，我个人也是戴 Sweet Protection 的安全帽。Sweet Protection 的安全帽非常扎实，我敢很负责任的说 Sweet Protection 安全帽的保护力绝对是顶尖的水准。骑脚踏车时有 Sweet Protection 的安全帽保护我们的头脑，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的表现。我们再来持续约骑，下面一位选手172号的绿衫得主 Biniam Girmay， 我们恭喜 Biniam Girmay 有把身上这件绿衫穿到最后。下面一位选手36号 Tom Pidcock， 以下简称汤皮卡。这位汤皮卡到底是什么来头？汤皮卡是这届巴黎奥运的登山车冠军，也是上一届东京奥运登山车冠军。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居然可以跟连续2届的奥运冠军约骑。吸在汤皮卡后面到底是什么感觉？绝对不是微大力，是要很大力才能吸住汤皮卡。在跟汤皮卡分手前，我骑上前跟汤皮卡打个招呼。汤皮卡这个手势，我正式宣告汤皮卡为台湾之友。最后一位约骑选手，为什么这么快就最后一位了？因为我快没力啦！跟环法选手约骑可不是普通的累啊！右边这一位选手，我好像跟他很面熟哎，奇怪啊，是我朋友啦 ，Matthew Van Der Poel。Matthew Van Der Poel 的丰功伟业真的太多，竹繁不及被宰。简单来说，在世界上顶尖的公路赛事，如果 Matthew Van Der Poel 想攻击出去，这个地球上可以跟得上 Matthew Van Der Poel 攻击的，应该少于5根手指头。其他世界级的顶尖选手，在 Matthew Van Der Poel 面前，好像在慢动作骑脚踏车，所以我们都喜欢称呼 Matthew Van Der Poel 为荷兰 Power 神，因为 Matthew Van Der Poel 的炮管真的太大管。
最后，我们再来跟 Matthew Van Der Poel 打个招呼吧，因为我跟 Matthew Van Der Poel 约骑过了，你们之后再跟我约骑，等于你们跟 Matthew Van Der Poel 约骑，我就是个介质而已，真的是神逻辑。我们胡搞瞎搞，乡民跟环法选手的约骑终于结束了。我们来看正式比赛吧，我就埋伏在赛程一半的位置，陆陆续续会有选手经过。环法的个人计时赛很好看，很精彩，不会冷场，因为会一直有选手经过。由于影片篇幅有限，我们就挑三大天王来看，绝对不是因为我懒得再剪。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Vingegaard 文吉哥 Jonas Vingegaard。下面一位世界计时冠军，也是本届巴黎奥运公路计时赛公路赛双料冠军 Remco Evenepoel。最后一位身穿黄色车衣的车手 Tadej Pogačar。没关系，不用急，这三大天王会持续出现在我们环法系列的影片里面，我绝对会用力的蹭他们蹭到底。计时赛结束了，我们交给影片中的这位大哥来宣布今天比赛的结果。Okay, yeah, here's the final. Tadej 12 seconds, Roglic 34, Jonas 37. 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环法下一站见。